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档案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则缘，切如来真实也。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先讲净土教言。净土教言当中呢，昨天也已经讲了是往生极乐世界的这种方便法。那么现在紧接着讲想要修学菩萨行，并欲救度一切众生摆脱危难，具有大悲心的人，就是我们很多人呢在修学过程当中自己善加观察，自己善加观察以后呢，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学问当中最有意义的、最正规的是什么呢？就自己会这个选择的。选择完了以后，很多人呢选择这个大乘的就是菩提道。大乘的这个菩提道当中呢，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大家也应该清楚。一个是有饶益这个众生就是无有任何条件的方式来利益众生；一个呢，通过利益众生的这种坚定的心呢，自己获得了这个佛陀就是自己获得了佛位，就是自己获得这个果位，有这些方面的这个益处。所以要想到这个修学菩提心，并且呢想度化众生的这样具有悲心的人呢，善加观察时了知一切众生因被触梦业惑所逼所迫。不具足殊胜的智慧，他通过这个观察我们这个三界轮回当中的所有的众生，这个以他的这个慧眼来观察的时候呢，知道是我们三界当中的这些众生的话呢，确实是有些是以烦恼这个特别深重，以烦恼折磨着；有些是以这个无始以来的业力这个折磨着，而且他们呢没有具足我们佛法里面所讲到的那样的取舍的善法和智慧等。而难以通过一切圣道，这样的话呢，这些众生是很难以得到圣道的这种智慧，很难以获得了这个真觉的果位。令他们轻而易举便可圆满一切菩萨心愿的殊胜方便，即是发愿往生极乐世界。那么我们如菩萨行论当中也有这样的，诸佛菩萨呢，就是千百万劫当中是再三的思考，再三的思考以后呢，发菩提心利益众生呢，就是才是最好的这个妙样，最好的办法就是最好的办法。那么我们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刚才具有这样的悲心的人呢，他就再三的观察这些可怜的众生，以业和烦恼一直束缚着的这些可怜的众生呢，想就是度化，想这个使他们就是得到解脱，使他们解脱的唯一的轻而易举的方法，让他们真正让心智普现到的这样的这种。最好的方便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让众生这个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或者是自己呢获得这个往生极乐世界以后呢，可以度化这个众生。所以，我们上师如意宝呢，也是根据这些教言呢，也经常宣说过吧。怎么样宣说的呢？上师如意宝他老人家也是在显现上呢，就是像一般普通的人来这个告诉我们。说是我先要往生极乐世界，如果没有往生极乐世界的话呢，所有度化众生的方便不可能这个得以圆满。如果没有这个度化众生的神通、圣变等等这些方便方法的话呢，那这个无量无边的众生对我来讲也是无能为力的，非常这个难以度化。所以我先往生极乐世界，然后呢度化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就是上师呢经常在这个大大小小的法会当中就告诉我们，所以让我们所有的佛教徒呢就是应该凡是对往生极乐世界有信心的这些人呢，我们大家一起应该这个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发愿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发愿的话呢，就仅仅有一些口头上的念诵或者是仅仅一些行为的话呢，那能不能往生这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应该有机会，有这个条件就是有什么样的条件呢？我在这个佛陀面前也好，或者神众面前也好，或者上师面前，或者是在自己的这个一幻的这个三宝观相就观相三宝面前呢，就是你就像我从现在开始呢，一定要这个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请这个阿弥陀佛和所有的眷属呢，就是慈悲摄受我。应该这样观想的话呢，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就是这样，但是它的意义是相当大的。所以我们呢还没有离开这个人世之前的话呢，大家一定要遇到这么殊胜的法门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没有发愿的话，那就是确实非常
常的遗憾，也非常的可惜就如果我们真正是遇到一个如意宝呢，就是你没有去这个适用，没有去借助一样的这是这个极为难得的。以后呢能不能得到人圣也是很难说的。即使说得到人圣的话呢，遇不遇到这样的这个佛法，或者说是有这么这个善巧方面的这种法门，也是极为难说的。所以呢，我想大家呢也应该就真正想利益众生的菩萨的话呢那么我们一定要心里面就是这样发愿，就是实际上所谓的这个菩萨呢我们不要这个看着是这个菩萨呢天天的是这个帮助自己利益自己不能这么看着。所谓一听到这个菩萨的名号的时候呢，大家应该想，所谓的这个菩萨呢，从我们实践的角度来讲就是这个助人为乐，也就是说就是他是唯一的这个利益众生，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没有什么别的这个行为，也没有什么别的这个想法，所以呢，就是叫这个菩萨。我们平时呢说是你就是老菩萨，你就是老菩萨，就是凡是这个年轻的菩萨、老菩萨，就是这样讲，这种名词很好，但是自己这个别人就是说你是菩萨的时候呢，你自己心里面也是想我所作所为是不是为众生？如果是为众生的话呢，真的是别人就是叫我菩萨也是名副其实，应该是非常好的。如果我整天的是想的是自私自利，就是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好，或者做什么事情的话，所谓的我呢，永远都是这个去不了，就是全部是为了我而奋斗的话，那就是菩萨的这种命呢，就根本就是没有这个多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在座的人呢，应该说是这个发了菩提心的人。发了菩提心的人的话呢，那么始终都是，不管是你在任何一个场合当中，任何一个这个环境里面呢，始终都是有我以这个佛法来利益众生，这就是我们大乘这个修行人的基本的原则。这种这个心呢，永远都是不能这个离开的。离开了这样的这个心态的话呢，那么我们确实是这个，当然我们这个是可以说这个时时刻刻都是一点也不离开，是作为凡夫人来讲是。我以前讲过那样，就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如果你离开这样的这个利益众生的心，然后呢具足自私自利的心的时候呢，应该自己谴责自己，就是自己呢知道是自己并不是这个很好的修行人，这一点很重要。现在世界上的很多稍微有一点名声、稍微有一点地位、稍微有一点智慧的人呢，都自己认为是自己好像做的非常了不起，但实际上呢，好多都是为自己而这个做事情的。如果这样的话，我想我们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在他的相续当中居不居住也是相当难说的，就这方面应该值得观察。所以他这里呢，就是即时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其原因是什么呢？依靠阿弥陀佛的原理和智慧力，今以心勤习修行，便能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这样我们发愿呢？因为如果我们发愿的话呢，决定能往生。这是这部论点的从头到尾已经这个给我们讲了很多次，所以呢，让我们的这个相续当中的能不能往生的很多的疑惑呢，最好是这个迁除就是最好这个抛弃，就是没有必要就是这么想。当然禅宗的有些什么大德的话呢，就是也有一些说法，什么这个大义大悟，小义下悟，不义不悟，就是有怀疑的话那很好，就是如果没有一点怀疑呢，就是不会有任何那个误导，就是也有这样的说法，但实际上呢，这个说法应该是不相同的。我们对往生极乐世界一直疑惑重重，或者是一直犹豫不及的话呢，那就是能不能往生，就是不能往生的。即使说往生的话呢，就是当时呢，就像《极乐原文》里面所讲的那样的，就是在500年当中呢，就是卷在这个话里面，就只能听到阿弥陀佛的圣号，就不能这个照见如来的圣像。当然吃的穿的，就是这些都是非常好。原来有一个人呢，就是这样说的，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是非常酷的，我愿意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就是即使阿弥陀佛没有见到，也是只要有吃的有穿的就足够了。他的想法都是可能是，主要在这个世界当中呢，就是吃不饱穿不暖，所以呢，就是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很多人呢，当然这个发心的目的都是不相同的。前一段时间我们讲的那样，就是所以，这个有些人呢说是
当这个阿弥陀佛现前的时候，你的相续当中是升起菩提心啊。首先是以自私自利来，向那个向受极乐世界的快乐而发愿的话，也能往生，就是也有这种说法。但一般来讲的话呢，应该说是这个具有菩提心的条件下修持的话呢，所有的法就是让这个修成啊。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华真仁波切的教言里面也是就是指导了这个菩提心的殊胜。如果菩提心不具足的话呢，即使说密宗的任何法呢，就是也不称为是密宗的修法。这一点是强梅仁波切在他的这个强梅善法里面呢也讲得非常清楚，专门有一个菩提心的修法，这个当中呢就是讲得特别清楚。所以我们修任何一个法呢，必须要具足这个菩提心的前提下进行。如果你菩提心不具足的话呢，不管这个做禅，就是学禅宗也好，念阿弥陀佛的这个净土宗也好，然后呢，就是修大圆满、修大疏印什么什么这个密宗也好，那么这些呢，都统统的不称为是大乘佛法啊。没有这个具足大乘佛法的话呢，那我们相续当中能不能获得这些功德，也是大家也可以这个就是自己问自己也应该清楚的。所以呢，我们这个所谓的大乘佛法的最根本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在于菩提心。所以我想呢，大家应该一方面就是为了利益众生而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这是相当重要的。以希求心来这个希求的话，那也能往生极乐世界。往生以后无尽的获得行力当圣妙供的我们这个37道品当中的这个心性力啊，或者是一些智慧力啊、精进力啊等等等，就是这些所有的这个无理无跟等等就是所有的这些供的，就是21种无漏法。就是我们这个相关专论里面讲的这个21种无漏法等等，就是全部呢，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个获得的，不会退转，将圆满一切普显心。我们上师呢，以前在世的时候也经常讲过，实际上是诸佛菩萨的所有的法缘呢，就可以包括在这个普显行愿品当中。普贤行愿品里面呢，所有的这个发愿呢，实际上可以包括在这个佛法心生和利益众生，就是这两个当中。但是普贤行愿品的真正的这些发愿呢，就是我们先能往生到极乐世界，然后才能这个现前的一乘茶有成熟佛等等这些呢。现在我们凡夫人士有时候真正这个发愿也是不会发愿的，就是这个到底怎么样发，就是可能你们学过普贤行愿品的人呢都知道的。但是真正的这个发愿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这样相似的发愿。然后到了极乐世界的时候呢，才所有的这个愿呢，就是让这个现前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原来这个发愿的东西呢，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这个读小学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大概的一些知识的话呢，就是到了这个大学的时候呢，我完全知道是原来我们读的这个奥义呢就在这里。当时我们读小学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是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所以我们现在呢，念普贤行愿品的很多的一些问题的话呢，就是我们只能念，就是真正的这个发愿的话呢，也相当困难的。他这里呢也是这样讲的，就是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以后呢，就是无尽的圆满这些功德，不会退转呢，将一切普贤心呢，就是让这个现前圆满。彻见佛彻见此理以后，就是佛陀呢，就是完全彻见此理以后呢，他就加持这个三车童子，然后三车童子呢，当时这个念诵普贤行愿品的时候呢，普贤行愿品里面也是这样讲的。愿我利民民众是尽除一切诸障碍。那么民众的时候，他这里呢，就是讲这个我们这个民众的时候呢，就是尽除一切诸障碍。那个时候呢，尽除一切障碍以后，我就可以这个面见阿弥陀佛，积德往生极乐刹，就是然后就先见阿弥陀佛，以阿弥陀佛的这个接引呢，就往生极乐世界。我既往生必过以先前成就次大愿。我往生到这个极乐世界以后的话呢，那么就是所有的以前在因地的时候所发过的普贤行愿品里面的十万这个大愿呢，就是这些呢全部就是一一的现前啊，就是全部这个一一的现前。所以呢，以前上师主义吧，那个去印度金刚座的时候呢，就是大家一起一边念那个就这个偈颂，就是还有一个什么那个就前面普贤行愿品里面什么有4种力的那个什么垂护什么念亲近一切善因力，吹灭一切烦恼，你等等，就是那个偈颂和还有就是念诵这个偈颂，就是然后我们一直转那个金刚塔。
这样的就是属于我们有时候呢比如说你这个拜见一些佛塔或者是一些圣山呢，这个时候呢，一边这样发愿，就是我这次到了这个什么地方，你比如说就是去一个寺院呢，就这个时候呢，你所有的普贤行愿品全部就是没有这个念诵的时间的话呢，那么最后呢就是念这个偈颂也是可以的就是心里面呢就是观想我来世临终的时候呢就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以后呢，普贤行愿品里面的所有的这些大愿呢，到了哪里以后呢，就是现前那个时候呢，就是我的这个身心呢，不像我们现在的凡夫身心一样，就是所有的功德呢，就是全部圆满现前，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修此法极为容易，并且具有重大的意义。大家应该清楚，一方面这个极乐法门，是相当容易，就是以前那个强面仁波切呢，就是选择那个清净插图的有一个教言，就是他这里面呢都已经宣说了，这个极乐世界呢，就是最好我们一般的凡夫人呢，最好选择那个极乐世界。其他的还有这个弘誓通山呐、度岁天呐，还有这个琉璃世界啊，就世界上是有无数的这种这个清净插图，但是这些插图呢，有些呢就是这个功德不是那么这个非常庄严，有些呢就极为难以这个壮胜，就是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选择这个往生极乐世界，这是极为这个容易的，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我们平时呢好像得到了一些地位啊、财产呢，那个时候人们都认为是就今天我还是很有福报的，得到什么什么，其实这些意义不是很大的。有漏的这些财产和有漏的这种这个国位呢，就是毕竟是一种毁灭性的。如果我们真正是依靠这个教言来信此的话，就像昨天门峰仁波切讲的一样的，真正听话的儿子呢，依靠在父他的这个先人父亲的教言当中呢，就是得到这个很大的利益。所以我们也这个比较听话的这个修行人比较听话的修行人的话呢，传承上师的这个教言当中传承上师的教言当中，真正能解决生死大事的一些这个重大的窍诀，就获得以后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以后的这个生生世世呢，都有一个很好的开端就这方面大家也应该这样想。想要精进修持往生极乐世界的修法的人，应当了知注意有2种修法，就是我们要具体这个修行的话呢，藏传佛教里面呢，包括这个佛藏品很多这个修法是相当多的。汉传佛教里面也是比如说观经当中呢，有这个16种这个修法等等，就是也是有一些这个修法。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按照藏传佛教的修法呢，应该算这个白天的修法和晚上的修法，就是分2种，就是白日修法。在白天的时候呢，按照经中所说的来观想意念阿弥陀佛的这个极乐世界的一切能以所以，就是能以是极乐世界，所以是能以是什么那个阿弥陀佛，所以是极乐世界吧。对此生起清净心以愿往生极乐世界的意乐心。然后呢，就是对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呢，就是我们3种心性，大家应该知道，就是首先是有个清净心，然后呢就是愿意往生的这个意乐心，对佛陀的神圣幻变智力生起猛然的圣洁心，这是3种心性就是3种心性是必须要记住。首先呢，我就知道是这个往生极乐世界是多好就是应该有个非常清净的心。比如说小孩呢，到一些花园里面的时候，他很想采见这些这个花朵一样，有这样的这个信心。然后呢，就是我自己呢，就是愿意往生。如果没有愿意往生的话，那就是别人强迫拉我也是相当困难的。再加上呢，就是对这个佛理对往生极乐世界的有关道理，就是我就详详细细的学习以后呢，就是有种这个强烈的这种信心，这叫做是圣洁心，并且不间断的观想极乐世界的现象、经理积累善法资粮。而且呢，有些人这个修完了破瓦以后呢，就是稍微有一点念想以后呢，再也不修，就不应该这样的。实际上是就是不间断的这个修就不间断。不间断的意思呢，就是说你一天忘了的话呢，第2天修，就是2、3天当中不管怎么样，稍微这个就是修。其实这个修法呢，就是也有2种，有些呢就是每天晚上就是每天这个下午呢，就专门这个修，这样也可以的。或者的话呢，你没有这样，以前基本上是这个破瓦法已经修过的话，那就时时刻刻就是经常呢就是观想阿弥陀佛，经常呢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哪怕是自己做了什么样的这个善根呢，都要回向往生极乐世界。
为了利益一切众生，愿我往生极乐世界，就是应该就是我们做什么样的善根呢？都回向。比如说我每天讲经呢，每天辅导，每天就是做什么善事的时候呢，你要结束的时候呢，就心里面就是观想就我这个善根呢，就是回向一切众生，愿我往生极乐世界，应该这样来这个回向不间断的修行，精力积累善法，为往生极乐世界以强烈的希求心而做回向，就是最好是有个希求心。比如说我们这里呢，就一个人特别想到这个加拿大去，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他就一直就我这个护照就是会不会能办得成呢？会不会这个有什么障碍呢？就是我一定要去做什么事情的日日夜夜的是想着这个呀。那么我们也是对往生极乐世界有这么样的这个迫切心的话，肯定这个能往生的。这个是不依靠其他的这个外力的话，我也可以往生的。如果我们没有一点这个娑婆世界都这么好，极乐世界听说是很好的，但是我还是不愿意。原来有一个人是这样说的：听说极乐世界的是很好，但是我觉得是我们现在单位也是很好的，我不愿意往生。其实这些人呢，就是也是非常可怜，就是因为他们这个认为呢，就是他这个单位里面就是待遇就是比较好一点，就是有时候有一些奖金啊，有时候有一些这个生活的一些这个资源吧，就是他可能是这方面想的。实际上真正知道这个极乐世界的功德，然后真正知道我们娑婆世界的各种痛苦的话呢，没有一个不会这个往生就发愿这个应该会这个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的。是这个意思，所以从那个敲诀而言，就是门分不切用这个敲诀的角度来给我们这个宣讲的话，能心速纪律无边自量，尽除罪障，增上善法的药，这个摄药呢，即是气质功。这是我们前面讲信息修习大彻书的时候呢，也讲了，就是所有的本来这个密宗当中也有很多的这个积累自量、尽除罪障的一些善巧方便方法，显宗当中也有很多的，但是修这个气质功，根据华严经的精神呢，然后修气质功呢，实际上是所有的积累资粮、前除罪障，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增上自己的这个善法的最好的一个方法。所以平时我们这个每天呢，你说念诵的时候也是有这个气质功。我们普贤行愿品不是前面呢不是有个气质功的念诵嘛？这个相当重要的。所以应当修行气质功，勤修气质功，念诵阿弥陀佛名号，自诵陀罗尼咒，其情甚者无是誓言，并那精勤的祈祷和修瑜伽，就是这是我们白天这个所做的。所以首先呢，我们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话，没有一点积累资粮也是不行的。然后自己呢，就是随喜啊、供养啊、忏悔啊这些是不可缺少的。还有呢，就是勤转法轮啊，勤这个诸佛菩萨长久住世，最后三个回向。这个气质功呢，密宗有密宗的一些气质功的这个修法，显宗有显宗的气质功的修法。实际上，这个气质功里面呢，所有的功德都已经具足。平时我们这个要修行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话呢，也很容易就很容易平时我们以前这个发愿的有些，我像我们有些道友的话呢，以前也是发愿念诵很多阿弥陀佛。我看到我们这里有个别道友闭关的那个信里面呢，就是说是我早上做餐，这个中午做餐，晚上做餐。我有点怀疑，我那天要求你们，最好是把这个做餐的内容，就是你到底是修什么，就是谁传下来的这个禅宗，这个但是没有这样民俗的话呢，我害怕有点这个会不会到时候你先都是每天都是做餐，到时候呢出来的时候是就是变成一些问题的话，那就是有点害怕，不如呢你还是在这个闭关期间，就是念阿弥陀佛，这个就是名号呢就是全部这个修完就是白天的时候呢，你这个前面这个修气质功然后就是所有的这个按照我们这里的这个修法里面也好，或者是前面极乐世界大书什么这个极乐世界发愿文大书里面所讲的那样修持，就是这样的话，白天就是晚上都有这样的这个修法，这样修行呢，就是不会有什么否则的话呢，下一个月的时候，希望你们就是不要这么这个笼统的说，我早上做餐，晚上做餐，做餐当然是很好，我非常赞叹，但是你说做餐的这个内容和传承和还有一些你大做的方式，要不要给我告诉一下？不是，我有点担心。但是你做的特别好的话，但是我不一定要知道你的秘密。
这方面你们也自己也应该注意一下啊，就是注意一下。他这里呢，就是修了这个七支供以后呢，就是应该念诵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啊，就是念诵阿弥陀佛名号。以前我们呢也发愿就是这个念诵阿弥陀佛名号，就是有些呢就是1亿遍的也有，有些呢就是6000万的也有，有些是100万的也有。这样呢就是应该念诵。但念诵的时候呢，你应该我刚才所讲的那样，最好还是发菩提心，应该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这种什么那个信心应该有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呢，光是这个口头上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话呢，有很大的功德呢，也很难受的。以前寒山大师呢也是这样这个说过的，说是口念弥陀心散乱，口念弥陀心散乱，喉咙喊破也突然，就是这样讲的。如果我们这个口头上呢，就是一直这样念，就是阿弥陀佛，但是呢，最后把这个喉咙的已经喊破了，就破完了，但是实际上也没有任何这个意义，就是也狂然也没有这个意义。意思是什么说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念诵的时候呢，应该有个清净的心。就是清净的心是什么呢？自己就是为利益一切众生，应该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心不散乱。当然，这个一心不乱的这个问题上呢，就是包括经途中的很多的一些论师呢，也有各种的辩论和说法但实际上呢，就是你最好是这个对往生净土的有关道理要明白，就这个很重要的。如果你这个没有重要的话呢，你一边呢就是这个怀疑，一边呢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的话呢，就是得到什么样的这个利益也是很难说就是这个也是很难说的。所以呢，有时候呢，就是按照那个禅宗的这种观想，就是念佛是谁，就是念佛者是谁，就是或者是念佛是谁，就这是我们这个禅宗的很多的寺院当中呢都有这个，就这个是以参和净，就是参净密3个结合起来是当然是最好的。如果参净密3个不能结合的话呢，禅宗和净土宗呢结合起来，就是一边呢观着自己的心，一边呢就是观这个我的这种心态来，然后这个念诵阿弥陀佛的话，这种这个功德也是非常大的。但有些历史上看的话呢，以前那个慧远大师到了东林寺的时候呢，他首先呢就是当时中国禅宗比较兴盛的时候，然后呢，就是好多这个出家人呢，就是让他们这个坐禅的时候呢，有些人呢就是根本就是不坐禅，就是他就没办法坐下去，没办法坐下去的时候，当时那个这个慧远大师呢，就是他就修了就是2个殿堂，就是一个是禅堂，一个是就是不能这个修禅的这些人呢，就是到这里来念佛，给我念佛，就是他想呢就是跟他们种下善根。然后呢，后来就是当时这个东林寺的历史上面也是应该是有的，就是很多历史上面这样写的。然后呢，就让他那个让这些人呢，就是在这边念佛的。后来就是念佛也是就是到一心不乱很多就是这个有往生的瑞相等等，这样出现以后的话呢，就后来就是从这个净土宗呢，就是以这个法门就是开这个传下来的。所以禅宗和那个净土宗呢，不管是怎么样，就是还是应该这个互相就是没有什么这个矛盾的。但是现在个别的有些这个禅宗的有些寺院里面的大德的话呢，就是他特别排斥那个净土宗，然后净土宗的有些寺院的话呢，特别排斥这个净土宗这个禅宗，这样我觉得是不太很好就是应该呢大家这个互相这个学习就是互相学习，然后自己的观点的话呢，究竟的密意上呢就没有什么这个差别。所以在历史上的话呢，不管是藏地汉地，很多高僧大德的话就输出什么呢？就是参净密3个结合的这种观点，这样的话，当然对你的解脱是不会有任何障碍的。不管是经宗也好，禅宗密宗也好，都是有这个净土的这种往生的这种瑞相就是所以呢。应该可以这样来这个理解，他这里呢，就白天的修法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自己呢，应该就是念诵阿弥陀佛名号也好，或者是这个就是书持这个陀罗尼咒就是陀罗尼咒的话呢，这个净土教员后面呢有福藏大师雷若朗巴，就是莲花生大师的长子的教员呢，雷若朗巴积极的有个副藏品，就是以前上师如意宝呢要求大家都这个念诵这个什么这个净土修法就是往生修法，你们这个修的话呢。后面也有这个阿弥陀佛的心珠，你这样来这个修持就这是白天的修法。然后夜间的修法呢，
这种这个修法呢，真的我们刚才所讲的一样，还是这个自己的心性很重要的。如果有心性的话呢，就是佛的加持呢，就是始终都是有。如果你的心性没有的话呢，那很困难的。以前那个就是那个什么这个庸书那个什么那个永明禅师。他的这个宗经录当中呢，就是也是这样写的，说是这个佛陀呢，就是相当于是天空当中的这个月亮，然后我们这个众生的心呢，就是千江万水，就是这个地下的这种江河一样的。然后呢，如果这个江河呢就是澄清的话呢，那么这个月影呢可以现在这个江里面的月影可以现在。如果这个江河呢就是混合，就是浑浊不清的话呢，那么月影没办法这个呈现的。所以我们要应该清净的这个心态来这个念诵阿弥陀佛的话呢，阿弥陀佛的这种价值呢，就是无期的现现在我们的这个心的这种澄清的这个江河当中，就是也有这样的比喻。所以呢，我想我们这个念佛呢，应该以这种方式来这个念诵，很重要的。以前禅宗的有些净土宗的有些这个注释的这个故事当中呢，也是有这样的比如说有一个注释呢，就是他一边念那个阿弥陀佛。他首先呢是说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一直这样念。后来呢，他认为是阿弥陀佛跟自己的心呢，就是变成无二无别。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在一边敲木耳，一边呢，就是说敲木鱼啊，就不是木耳，一边敲木鱼，就是一边呢就是说我的阿弥陀佛，我的阿弥陀佛，我的阿弥陀佛。但后来他的这个传承弟子们呢，都念诵我的阿弥陀佛，我的阿弥陀佛。我们表面上听起来都是不是很好听，但实际上呢，真的有些圣者的金刚语呢，就是加持完了以后呢。就确实有这个价值了，就是确实有价值。所以你们以后呢，念我的阿弥陀佛也可以，阿弥陀佛也可以，南无阿弥陀佛也可以。这是汉传佛教当中都有不同的这种念诵方法，都是非常这个如法的。就临睡的时候呢，就观想自己住于极乐世界。然后我们这个晚上睡的时候呢，你自己睡的地方呢，不要像是现在这样的这种一般的这个器世界，不能这样想，就是清净的极乐世界。然后呢，就是心里面观想，就是亲见阿弥陀佛，在茫然的希求心不离正念当中呢，就是入眠。有关白日，就是白日修炼净土法与夜间修行净土法门的殊胜方便要点、行派、旧派，以及呢。就是经教佛藏品当中的窍诀是非常多的，有光所，所以这个以前噶当派、给路派，好多呢。都有那个就是这个尤其是这个萨迦派的话，那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这种窍诀也是有，比如说这个该居派的日穷吧，然后萨迦派的四郎在摩，他们的话呢在这个人活着的时候呢，就是完全这个成就往生极乐世界的所有的这种功德。后来的话呢，他们自由自在的可以到这个极乐世界，然后呢又来到这个人间，就是他们呢就是从历史上看的话呢，就是不舍弃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身体呢，完全的成了一种光身，然后呢，就是到这个极乐世界就是云游，然后回到这个人间，后来呢，就是直接不舍弃自己的肉身而往生极乐世界，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公案，就是新派、旧派是我们知道尼玛派，还有呢一些佛藏品，当然佛藏品的话呢，如果以后你们方便的话呢。学习这个藏密佛教史，就是这里面呢也讲了很多佛藏大师他所这个开发的一些极乐世界的什么那个一些清净的这种插图的云游记啊，还有很多的什么这个修法仪轨啊，这些是相当多的。但是这些敲击要点的话呢，就是全部应该门峰仁波切全部就集中在这里，就是这个就特别殊胜。总之，首先了知往生极乐世界的功德，能够往生的道理以后，总而言之呢，我们是这样的，应该先往生极乐世界，了知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功德，然后呢能够往生。我们凡夫人也是，如果好好祈祷的话呢，能够往生，就是这两个道理明白以后，日夜不断生起信心，发起精进心，并将一切善根回向于极乐世界，就是往生极乐，为了往生极乐世界，为了利众生，然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善根呢，都会回向给这个众生。
说一般藏传佛教的一些这个高僧大德也好，或者是一些这个普通的老百姓的话呢，他们都会这样的。比如说他今天呢就是转圣山呢，今天呢就是转坛城呢，然后回来的时候呢，就是他念普贤行愿品，或者是念本来普贤行愿品的话，后面的偈颂呢就是愿我与我结缘的一切众生往生极乐世界。然后回向完了以后呢，就是才开始吃饭了，才开始做什么事情。这就是一种这个传统，就是基本上让了解佛理的人呢，在我们这个藏传佛教的很多人是这样的，基本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也应该以后就是应该自己能不能做到这样的，这是相当重要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若是如是信则，在生等则精神，便亲见道是阿弥陀佛啊，就是道是阿弥陀佛，并获得书记。如果获得了往生极乐世界的这种把握，就是如果真正的一些善根者的他的信心啊、根基啊各方面具足的话呢，那么我们就是天天的这样的话呢，久而久之，最后你在临死之前呢，就让这个亲见阿弥陀佛，在你的这个亲近观当中啊，很多高僧大德的一些传记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亲见这个阿弥陀佛的这种事迹是相当多的。汉传佛教当中也是可以看得出来，有些大德的话呢，就是还没有圆寂之前，就是7天的时候的阿弥陀佛就是现前呢，就是那天我们所讲的公案一样的。还有呢，有些呢就是瞻者往生的，就这是藏地汉地都就是特别多。所以他这里就是上等者呢，就是精神当中亲近阿弥陀佛，获得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把握；中等者出现的价值的一些联想，就是他亲自没有见到，但是呢，他自己已经能获得往生极乐世界的联想；而下等者也是梦中见到往生极乐世界，或者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形象，这些都是往生极乐世界的现象。因为依靠依了你在梦中也这个现现，至少也必当种下了希冀的种子。比如说我们每白天呢，就是特别的去这方面思维的话呢，那晚上做梦的时候呢，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啊，或者是阿弥陀佛的这种圣像呢，就是也会这个做梦。这样的话呢，这也是就是最底下也是在你的相续当中已经种下了，就是非常好的这种这个种子。以细微的依了细气也能往生，这是佛陀的誓愿你所致。这是这样的。然后呢，这个假设没有获得如此就是明显的现象啊，就如果我们寄生当中的话呢，因为自己特别散乱呢，上师规定的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呢，就是也没有念完，每天都是忙忙碌碌当中，临死的时候呢，就是什么都没有这个得到。然而不用说精神，反复升起信心和意乐也会往生的。如果你寄生当中什么念想都没有得到的话呢，那么依靠阿弥陀佛的加持力，那就是实际上也有往生的这个机会，就是这样你有这个信愿，甚至在你临终的时候，引起闻佛号，并对极乐世界升起向往之心，也能往生啊！就这个也相当重要。我们到了这个临终的时候呢，如果这个寄生当中也是很多修法呢，就是也没有成功，也没有得到什么现象的时候呢，在临终的时候，就是你应该就是获得了往生极乐世界的这种这个加持。怎么样的加持呢？就是如果自己在我们经常是在临终的时候呢，临时终引的时候，就经常有这方面的这个教言。如果你自己能够这个观想一些往生的这种意念啊、观想方法的话，那当然就是不需要有其他人来这个帮助。如果自己实在有困难的话呢，那么其他的这个道友呢，就是可以提醒你啊，就是提醒你。按照那个密法里面的话呢，比如说上师心地里面也是这样的，人就是最后是真正要临死的时候呢，有一个道友这个来这个提醒他的时候呢，就是说你这个现在先前那个就中印光明，就是先前中印光明的时候呢，你应该认识这个自现，认识这个自现，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自现当中呢，就是本住安住当中呢，不要退转，就是这么一句话。以前如果真正得到了这个有关上师心地啊、空性心地啊或者大圆满的一些观点的话呢，旁边的道友就是给你这样这个明示的话呢，那么这个人呢，就是再也不会就是堕落的，就是一定会是获得解脱啊。所以在
这样往生也是可以的。如果自己以前在这方面这个修炼的不多，就是尤其是这个大圆满方面自己也是没有太大的把握的话呢，那么就是旁边呢就是应该给他念这个佛号，念佛号呢，念化生大师的有些教员里面呢是这样的念那个宝积佛的这个名号，或者呢就是念那个药师佛就是药师佛的话呢，药师经里面也说了，就是听到这个佛号的话呢，不会堕入恶趣，所以这个莲花生大师教员里面要求就是宝积佛和药师佛的这个名号，就是这也是功德很大的。而且呢，就如果有一些能力条件各方面比较方便的话，那让这个侍者呢，就是在临终的时候让他做这个毗卢七法做事，或者的话呢，就是做那个四自我事，就是释迦牟尼佛涅槃那样的这种形式的话呢，也不会这个堕入恶趣的，必定会是获得解脱的。所以我们对这个别人的这个有些临死的时候呢，就是关心也是很重要的。一般来讲的话，有些人呢，就看见这个病人呢，就是在医院里面死了，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如果有一些佛教徒的话呢，以这个佛教的念佛号就是马上都是给他念佛号。如果念佛号自己来不及的话呢，就放一些念佛机的话呢，也应该可以。这是非常的重要。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大家都是大声的哭着就这样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呢，就是对这个逝者呢，就是有很大的危害。为什么这么讲呢？本来是他就是要接近这个临终的时候呢，就是他就可以心住在一个清净的状态当中，然后旁边的有些他的一些亲朋好友呢，就是如果就是大声这个喧嚷就是或者是哭哭闹闹的话呢，那就他的这个心神呢，就是很容易这个转变的。如果这样转变的话呢，那就没有这个解脱的希望。平时呢，就认识的时候呢，就是不管是当然我们有些在家人的话呢，有些地方的传统呢，认识的时候你必须大声哭。如果没有大声哭的话，那就是说明这个人是没有良心的，也有这种传统。当然如果有这种传统的话呢，那我不敢说，就是因为破坏他们的传统也是可能不太好。但实际上呢，就是哭呢也没有什么用，就是这个怎么哭也实际上是没有用的。应该呢就是对他有一些利益的，就是念佛号是相当重要的。就是这是在这个耳边呢，就是听说一些这个名号，并且呢，就往生极乐世界有向往之心而能往生。因临死时的心识具有极其强大的这种力量，再加上阿弥陀佛的殊胜愿力，这是在这个临终的时候，我们就是六种印里面的话呢，这叫做是临时种印的时候呢，也人这个还没有正式断气之前吧，就是要接近死的时候。然后在中阴界的时候，一念佛号也能立即往生极乐世界的，就是实际上，在这个到了已经这个中阴吧，就是到了已经中阴。当然，我们就密宗里面的有些中阴在这里不光说。然后到了中阴的时候呢，自己有些呢就是好几天当中的根本不知道，有些呢就是通过其他的一些这个原因呢，知道自己已经死了。自己死的时候呢，你自己如果能一念就是阿弥陀佛的话呢，也能往生，就是这个时候，这个非常关键的。如果这个时候呢，旁边有一些强迫人不起的有些教员里面呢，也是这样的。你到了这个中阴的时候呢，自己慢慢才明白，就是我肯定已经死了。那么现在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时候呢，如果自己这个能一念阿弥陀佛，如果这样这个祈祷的话呢，尤其是阿弥陀佛，还有那个强迫人不起说的是这个药师祈福。药师祈福的话呢，他以前也是发愿就是让这个救度众生。那么如果你祈祷阿弥陀佛和药师祈福的话呢，在中阴的时候呢，就是他们这个现前，或者是一些八大菩萨现前呢，可以这个接引，就是有这种情况。然后有些众生呢，业力比较这个深重，这个以前就是比如说破戒破誓言在这个时候，虽然你知道是明明是在中阴界，而且呢你也这个一年呢就是什么这个八大菩萨，这个时候呢就是根本就是没有什么感应没有什么感应。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说你一定要那个向往生极乐世界往西方去，但往西方去的话呢，中阴界呢没有太阳，就是所以也不知道是西在哪里，东在哪里，就那个时候呢根本不知道。正在这个时候的话，那就你就一心一意的祈祷阿弥陀佛，祈祷阿弥陀佛的时候呢，就是一定是阿弥陀佛会这个现前的，中阴界的时候就是一定会是现前的。然后呢，当你那个往生极乐世界的在途中就是在这个路途当中的话呢，如果就是你的什么亲朋好友
育啊，以前的一些人呢，就是依依不舍的，就是叫你不要去，就是不要去啊，不要舍弃他们啊，等等。说这些话的时候呢，你就最好是不要贪念，不要听他们的。否则的话呢，就是他们是专门就是有一些这个邪魔外道的话呢，专门做一些障碍，就是让你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就这方面制造违缘的啊，就制造违缘的。所以呢，按照莲花生大师的有些这个教言呢，就是有一个教言叫做是什么那个。大悲什么大悲续啊，就是那个里面也是这样讲的。然后这个强门仁波切也是这样讲的。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会这个经过中阴的，我们最好呢，就是像没有这个事的时候，就是在发生为或者报生为的时候呢，能不能认识性的本性，这个往生极乐世界。如果这个实在是不行的话呢，那么就是我前一段时间所讲的一样的，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个在社会当中的话呢，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就是横事啊，就是这些横事的话呢，莲花生大师也在这个他的《鲁中印窍诀》里面是讲了一种这个刹那往生法。这个所谓的这个刹那往生法的话呢，比如说我们这个被水里面淹死啊，或者是被悬崖上这个滚下去了，或者是就是大雷就是比来而这个死的，或者是用那个什么子弹就是中到心口而死的，等等，就是有很多的这些横事。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就不一定有特别这种观想啊，就是阿弥陀佛是怎么样，西方是怎么样，颜色是什么样，就这些根本没有这个时间，就是来不及的情况下呢，那么最好是你的念头呢，我前一段时间也给你们讲了，当然我知道是我已经讲过，但是呢，我想这个是比较重要，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死的方式呢，都完全是不相同的。有些呢，就是可能经过很长时间，在医院里面也好，就是然后在家里面呢，好，就是最后的死，就是慢慢，就死的这种也有的。有些人的话呢，就是根本来不及，就是什么事情都是就是很快就死了。就是我们昨天所讲的那样，那个属桃的，没有来得及这个取出来，就突然就死了。有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的时候呢，自己有时候的话呢，就是可能好像就是突然就昏厥了，就是根本不知道。有些时候的话呢，我自己已经不行了，就是我好像可能我死了，就是这样。这个时候呢，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个念头呢，就是往上，就是自己的这个意念呢往上，最好是上面呢就是观想上师和阿弥陀佛无二无别的。如果能观想是最好的，如果这个不能观想呢，也是自己的念头呢就是向上，就是如果有这么样的意念的话呢，那么这个上师三宝的价值里呢就是不会堕落，就一定会是获得解脱的。这些都是莲花生大师和强门仁波切的非常殊胜的教言。大家呢也应该就是随时的这个做准备，就随时的做准备的话呢，就是因为临终的时候，不管是你自己观想也好，或者是别人给你助念的话呢，实际上那个时候的这个意念呢很强的，就很强的，就像有一个非常可靠的人呢，就是然后国王呢就是命令，就是你把我这个所说的这个话呢，你这个烧给别人，就是烧可信一样的。这个时候呢，那个人呢就害怕这个国王，如果你没有这个好好说的话呢，害怕这个国王这个惩罚。所以呢，就是一定是如理如实的告诉别人的。同样的道理，你在到了这个临终的这个时刻啊，这个时刻的时候呢，你就特别害怕，就是堕入恶趣，也特别害怕呢，就是不能得到解脱。所以呢，当时有些人呢，就是你心不要散乱啊，好好的意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啊，稍微这样说的时候呢，你这种这个意识是特别这个强有力的。然后，如果你稍微这样转念的话呢，那一定会是往生极乐世界。所以我们平时呢，有些金刚道友也好，或者是那个就是其他的有些人呢，就是不行的时候呢，就是旁边就是意念。当然以前学过什么净土宗啊，学过一些密法的话呢，就是我们用这些教言，就是给他念也是可以的。如果实在没有学过的话呢，那么就是在他的旁边呢，去这个念一些这个佛号啊，就是念一些宝具佛啊、阿弥陀佛啊、释迦牟尼佛啊。我去年也是去年吧，就是在那个仁济医院的时候呢，因为那个地方呢就是人死的特别多，我住院期间的话大概是6、7个人死，每一次他们在哭的时候呢，我就跑出去就是去念经。年轻的时候呢，后来就是好多医生都骂我，就是这些病，这个死人的话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情况，有些是传染病死的，有些是你这样这个去的话呢，你这个自己身体也不好，就是你不能这样去。然后我给这个医生呢，说是没事，我这个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反正我心里面呢就是像无条件的给他们当然这些死的大多数的人的话呢，基本上都不信佛教的，就是对他们来讲，什么念阿弥陀佛啊，就这些的话呢，他可能没有什么意识的这种概念，但是在他的耳边就
尤其是在临死的时候呢，在他的耳边也是传出一个宝积佛的名号啊，就是然后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的话呢，对我来讲也是不是特别的这个困难，然后对逝者呢肯定有很大的利益，就是这就是佛陀的这个教言，就是所以。我们经常去的话呢，后来就是医生呢一直要求你再次这个，如果死了人这个什么你去的话呢，我不客气，如何，但实际上我们以后也是真的，有时候不管是其他的这个众生也好，认识了也好，这个旁边呢没有人请，也是顺便到哪里去，就是念几句阿弥陀佛的名号，是对世人是有很大的这个利益啊，就是当然以前修过净土宗的、修过密宗的这些人的话呢，尤其是你外气断了，就是内气还没有断，就是在医院里面正在人工呼吸啊，正在就是很多护士忙来忙去的时候，其实这些护士的话呢，心里面好像是他一点都是不担忧，已经习惯了，但是表面上呢，就是他们特别的忙。正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就是在他的耳边念诵一点佛法的话，那就是这个意义是相当大的。他这里也不是这样的，就是然后这个中阴节的时候呢，意识是很容易转变的，就很容易，而且呢，有很强大的这种力量就强大的力量，并且阿弥陀佛的誓愿极其强烈，所以精神临终中阴的这些修要就是这些修要是极为关键。因此，一切具有智慧的善愿者，依靠这样的身教自相续当中无情，便能获得菩萨的殊胜奇妙功德。所以具有善愿的人呢，就是才能遇到这个阿弥陀佛的教法具有善愿的人呢，就是才能就是修择有这个净土法门的这种有这个机会有这个机会。所以我们的这个相续当中呢，能获得了这个无情的获得，不做任何这个轻作，然后获得这种神者的这种道呢，就是极为困难的。但是依靠阿弥陀佛的修法呢，完全能获得的。就是因你修学此殊胜的方便法，就是这一上呢，就是全文都已经讲完了。后面呢，门恒仁波切讲了一个什么？就是造论的最后的结文的颂词：清净戒律文思意究竟，一强舍戒律清净文思意究竟，一强信心。清极光自量，恒舍精进修持戒乐差。三妙印性圆满瑜伽智，就是这个智后面就是不句号可以，就是意思是那个有摩诃仁波切他的一个上师呢，就是清净戒律文思也已经究竟了，还有就强大的这个信心，经常广大什么积累广大的质量，恒时呢行持修持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法。这样的这个修行相当好的一个圆满的瑜伽师就是他呢，就是无等大恩上师如意报，就是他的这个无等上师如意报，就是这个是连在一起的。金言全勤造此论文时，就是那个上师呢，就是他的这个金刚语言呢，就是全勤让摩诃仁波切造这个论章的时候，我发殊胜无垢清净心。当时摩诃仁波切他呢发这个无垢殊胜的这种清净心，所清净心，泥主贪嗔破离分别念为前。欲中于此世修要所指维护其为一或障，一解造人无边功德果，我是此力尽情造自论。意思就是说，这个上师呢，就是全期摩诃仁波切造这部论点的时候呢，就是摩诃仁波切也发了这个清净的心，在发清净心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对自宗的贪着，对他中的这种嗔恨心破离就这些都没有。虽然在上面呢有一些这个辩论就折破就是有这些，但是这些是并不是为这个自己利益而这个贪嗔而这个发的，不是这样的。为了牵出其他的众生呢，对这个净土法门的实修法呢。有一些这个疑惑的障碍，就是对维护其我的有一些的障碍呢，就是稍稍的这个能牵出，这是一个目的，造论的目的。还有一个目的呢，这样造论的话呢，有无量的这个功德，所以就作者呢，就是他说我想呢，就是一方面是可能有些人呢依靠这部论点牵出一些业障，牵出一些疑惑。牵出一些疑惑，还有呢，依靠这部论点呢，积累很多的功德，广大的质量，所以我就造了这部论点。彼之三觉犹如妙日光，牵出一切冷障坏一案。
那么它的善根呢，就像是日光一样的，让前祖，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人对这个极乐世界呢有很多的疑惑，这些疑惑呢就是全部迁除，原主什么贤明圣光殊胜妙智慧，于彼因无垢尽教典，而且呢让这个让弘扬呢殊胜的这种深妙的智慧，还有呢就是深妙智慧产生的因是就是经典和教典，就是经序啊，就是那么。意思就是说呢，依靠这个善根呢，就是让世界上的所有的众生对极乐世界方面的疑惑呢，就是全部断掉。然后呢，进一步的开显和弘扬呢，就是有关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这种善妙的智慧，还有呢，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有关净土宗的这些法门呢，就是得以弘扬，就是这个意思。愿诸众生居住身心得如理成就无量光殊佛，愿所有的众生呢居住这个殊胜的信心的功德，然后如理如实的成就，让这些众生呢如理如实的成就无量光佛的果位，善施如来广大诸宏愿，以及无边如海之智慧，而且呢就是如理如实的成就三世如来的无量的利益众生的这种宏愿，就是广大的这种宏愿也让这个成就，以及呢就是所有的这些如来的这个无边如海的这种智慧啊，就这种智慧呢也是让这个得以这个成就。此论是因我当最初之善知识，门峰仁波切的专辑当中也是有，就是有一个叫做是扎巴江村，就是他叫做是那个陈床吉祥，就是陈床吉祥上师，意思是他最初的就是最早的时候的这个善知识，圆满三学功德者，行持菩提心，自在常有极乐世界。你看他的上师呢，就是也是自由自在的，经常就是到这个极乐世界去玩。吾等会名称创吉祥先祖必求赐予吉祥哈达高智等，就是当时呢，就是那位上师呢给门旁仁波切说：“我的好弟子啊，门旁仁波切啊，你一定要做一个净土教员。我今天是拿一个吉祥哈达，还有呢就是一张笔记本。”一个笔记本啊，然后并且再三劝请其弟子们他们家样南家也大藏经处，就是大藏经处，为了汇报上师的恩德而造此论作供养，就是造了这么好的论点，所以这个上师也非常了不起嘛。仁波切也是就为了报答这个上师的恩德呢，就是造了这部论点以后做的供养，以此善根愿诸众生往生极乐世界。山寨，好，这个极乐世界什么净土教员已经圆满讲完，希望我们这次学习净土教员当中所得到的一切善根，回向无量的众生，愿世界上所有的高深大德长久住世，常转法轮，让所有的人们呢，就是暂时获得了人天福报，究竟往生极乐世界。而念诵回向文。Sonam dei tanche thogaya thonani de jana pase jirgana jirano chupai Jupun solen droa droa sho Bandaran gara badna asadar Bandaran gara badna asadar Bandaran gara badna asadar